夜幕缓缓降临，自由之巅 Liberty Cap 的山体逐渐被黑暗吞没，白天壮丽的风景仿佛在一瞬间消失殆尽。对于大多数人来说，夜晚意味着温暖的房间、柔软的床铺和安稳的睡眠，但对于正在攀登中的王一博而言，这一夜却注定充满挑战。经历了漫长而艰难的攀爬后，团队终于抵达第4段路线的尽头。这里没有酒店，没有帐篷营地，甚至没有一块真正意义上的平地。他们只能在悬挂于峭壁之间的简易平台上度过这一夜。风声不断从耳边呼啸而过，温度也随着夜色逐渐下降。四周是一望无际的黑暗，脚下则是数百米高的悬崖。哪怕只是轻轻低头，都会让人感到一阵眩晕。很多观众在观看节目时感叹，这真的不是普通人能够坚持下来的环境。而王一博却始终保持着冷静，没有抱怨，没有退缩。他只是默默整理装备，检查绳索，然后准备迎接山洞中的第一个夜晚。然而谁也没有想到，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。山洞中的环境远比想象中复杂。就在大家准备休息时，一群蚂蚁突然出现。对于生活在城市中的人来说，蚂蚁或许只是再普通不过的小昆虫。但在荒野环境里，当大量蚂蚁聚集在睡眠区域时，它们可能会咬伤皮肤、污染食物，甚至影响整晚的休息。面对这样的情况，团队不得不开始驱赶蚂蚁。就在此时，王一博说出了一句让无数观众印象深刻的话：对不起，我们也需要活下去。短短几个字，却瞬间让评论区沸腾。很多人最初以为这只是一个玩笑，但仔细思考后却发现，这句话背后其实蕴含着一种难得的生命尊重。因为他并没有把蚂蚁视为敌人，相反，他是在向这些小生命表达歉意。他知道蚂蚁也只是为了生存，它们没有恶意，它们只是按照自然规律寻找食物和栖息地，而人类也是如此。在那个特殊的环境中，双方都只是为了生存。这种对生命的理解和尊重，恰恰展现了王一博内心柔软的一面。很多网友感慨，真正善良的人，即使驱赶蚂蚁，也会先说一句对不起。这份善意远比任何豪言壮语都更加动人。节目播出后，很多观众被自由之巅壮观的景色所震撼。然而，对于专业攀岩者来说，最艰难的从来不是风景，而是身体承受的巨大压力。连续数小时悬挂在岩壁上，每一次向上移动都需要调动全身力量。手指需要抓住微小岩点，手臂需要长时间保持紧绷，双腿需要不断寻找支撑位置，身体的每一个关节都在承受巨大负荷。更重要的是心理压力，因为稍有失误就可能导致危险发生。很多人看到王一博在镜头前表现得轻松从容，但实际上每一次动作背后都隐藏着巨大的体能消耗。尤其是在连续攀登数个小时后，疲劳感会成倍增加，呼吸变重，肌肉酸痛，注意力下降，这些都是攀登者必须面对的问题。而王一博能够坚持到第4段终点，本身就已经证明了他的意志力远超常人。这不仅仅是一场户外挑战，更是一场与自己极限的较量。就在抵达第4段终点后，王一博终于说出了身体的真实状况。鞋子在攀爬过程中不断摩擦我的脚后跟，起了水泡。爬完以后，它已经破掉了，真的特别疼。简单的一句话，却让无数观众瞬间心疼。很多人都有过脚后跟磨出水泡的经历，平地走路磨出一个小水泡，已经会让人难受一整天。更何况是在垂直岩壁上连续攀登数小时，每一次蹬腿，每一次借力，每一次身体向上移动，受伤的脚后跟都会承受新的压力。那种疼痛并不会因为坚持而消失，相反，它会不断提醒你伤口的存在。然而即便如此，王一博依然完成了当天的攀登任务，没有中途放弃，没有要求降低难度，甚至直到结束后才轻描淡写地提起伤势。
这种忍耐力让很多网友佩服不已。有人说，看着他说疼的时候，反而更让人难受，因为之前他一句都没提。真正坚强的人，往往不会把痛苦挂在嘴边，而是选择默默承受。当镜头给到王一博处理伤口时，许多观众突然紧张起来，因为有人发现他似乎想要处理已经破裂的水泡表皮。评论区瞬间炸开了锅，千万别撕，不要把那层皮揭掉，会流血的。那层皮是天然保护层啊。事实上，从医学角度来说，水泡表皮具有重要保护作用。即使水泡已经破裂，残留的表皮依然能够覆盖伤口，减少感染风险，同时减轻摩擦带来的疼痛。如果贸然撕掉，很可能导致伤口进一步暴露，不仅会增加出血风险，还会延长恢复时间。因此，很多观众看到这一幕后，都像家人一样着急。这种反应其实非常有趣，因为它说明大家已经不仅仅是在看节目，而是在关心一个真实的人。从担心蚂蚁咬伤他，到担心伤口感染；从关注攀登进度，到关心脚后跟是否恢复。观众的情感已经悄悄投入其中，而这或许正是王一博最特别的地方。他从来不刻意营造感动，却总能在最真实的瞬间，让人看到他的坚持、勇气和温柔。正因为真实，所以打动人心；正因为真诚，所以令人难忘。很多人在看到王一博脚后跟磨出水泡，甚至已经破裂的时候，第一个反应都是心疼。但如果仔细观察整个攀登过程，你会发现，比起伤口本身，更令人震撼的是他面对疼痛时的态度。因为在长距离岩壁攀登中，最可怕的往往不是疼痛，而是疼痛不断累积所带来的心理压力。当脚后跟出现水泡的时候，也许还能咬牙坚持；当水泡被磨破的时候，也许还能告诉自己再忍一会儿。但当每迈出一步都伴随着钻心的疼痛时，人最容易产生的念头就是放弃。这是人体自我保护机制的本能反应。然而王一博却一次次突破这种本能。他没有把注意力放在疼痛上，而是放在目标上。对于普通人来说，受伤意味着停下；而对于真正拥有强大意志力的人来说，受伤只是告诉自己要更加专注。这种精神恰恰也是许多人喜欢王一博的重要原因，因为他从来不会用语言去证明自己有多努力，他更习惯用行动回答一切质疑。当别人看到的是光鲜亮丽的明星身份时，他却愿意走进荒野，接受最真实的考验。当别人关注的是镜头前的帅气时，他却默默承受着伤口带来的疼痛。最令人感动的是，在整个过程中，他几乎没有表现出任何抱怨。这并不是因为不疼，而是因为他知道，真正的成长从来都不是舒舒服服完成的。许多网友留言说，看到这里才明白，成功的人并不是不会疼，而是在疼的时候依然选择继续前进。也许这就是自由之巅带给王一博最大的意义。攀登的不是山峰，而是自己的极限；战胜的不是岩壁，而是内心那个想要放弃的自己。正因为如此，当观众看到他一步一步坚持向上的时候，感受到的早已不是简单的佩服，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敬意。如果要评选自由之巅第一页最令人难忘的瞬间，很多人或许都会选择那句简单的话：对不起，我们也要活下去。短短9个字，却成为整个节目最有力量的画面之一。因为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，人们已经习惯了竞争，习惯了赢与输，习惯了强者与弱者，甚至很多时候，人们会下意识地认为人类的利益永远高于其他生命。但王一博的第一反应却不是驱赶，而是道歉。这看似微不足道，却恰恰暴露出一个人的内心世界。因为真正善良的人，从来不会轻易践踏任何生命。